为了更好地使用这根魔法棒，我业务精湛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美少女战士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我上面这个魔仙王子是个什么东西？一进去我就看出了这魔仙王子也是个人物。当我还在享受着魔法棒带给我的与众不同时，我就发现他的手里竟然也有根魔法棒。一个队伍里有2个魔法师，旁边的夜路已经被震撼地飞起来了，手中挥舞着魔法棒子。看到思凯也对我充满着好奇，我决定给他见识下我可怕的魔法造纸。来到夜路身后，我不停地在给他施加着聪明魔法。一般施法者的智力越高，魔法的效果就会越好。只是稍微点化了一下夜路，我就发现他的智力好像变低了。我手枪局刚打掉一个2楼保安，就看到他在浴室一个帅气的传送，直接以一个浑身充满力量的姿势来到了对面家门口，随后倒头就睡。老实讲，一开始的施加魔法其实只是我随便说说的，但没想到好像还真来效果了。新回合，夜路的病情疑似更严重了，他直接就把自己的本体当成了假身，在大马路上一波悠闲的竞步，随后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惨死在了我的面前。看到夜路奇形种般的发挥，说实话我真被他吓到了。我开局只是善意的对着他后脑勺敲了几下，真没想过会把人智力敲出问题。只能说幸好，作为一个刚拿到魔法棒不久的初级魔法师，我魔法的持续效果还是比较短的。夜路被一股神秘力量控制了3回合后，终于还是又夺回了自己的身体。1打2，当我大脑还在高速运转要帮他封什么烟时，他一波5杀直接就给对面轻松拿捏了。看到夜路的真实实力原来这么恐怖，在高兴的同时，我心里还是有点难受的。魔法的增益效果和智力成正比，我给队友增益完后，队友变菜了，难不成我的智力是负数？想了半天，还是感觉把人变菜应该只是巧合。看到家里杰峰这把杀了4个，我决定给他也施加点魔法测试下。施加的时候顺便给思凯也来点，增加下样本。我觉得施法再怎么说也只是玄学，杰峰是队伍第1名，我相信真正的强者还是不会被这种东西影响的。没事，至少思凯没出问题。他怎么给自己全白了？坏了，本以为自己的魔法棒是美少女战士的，没想到好像是美少女战士的。我寻思大伙的操作明明也不差，怎么被我点化下就真成呆逼了？还是有点不服的。这把再给杰峰来点魔法，我相信只要加大药量，他这把肯定就能硬起来了。别挡我的路！怎么又睡着了？难不成队友变菜还真是我的问题？自从被我点化后，杰峰的击杀就再也没有动过了。他刚刚还是第1，现在已经在向倒数第1进军了。我承认，作为一个魔法师，我的智力可能确实是有点偏低的，但我觉得抛开智力不谈，我的综合实力还是很强的。很难想象，像我这么强的魔法师，我的魔法竟然一点都配合不上队友。等下，配合？有没有种可能，场上既然有2个魔法师，那我和思凯配合一下一起施法，杰峰就不会再白给了。想到这一层，我阴郁的内心突然又变得激动了起来。看得出来，在我和思凯的羁绊魔法下，这次杰峰的精气神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从他的脸上，我甚至能感觉到一股被魔法所赋予的自信。细节决定成败，为了确保增益的效果不会消失，我不停地在给杰峰补充着魔法。说实话，如果法术真的存在，那我相信在我这么贴心的辅佐下，杰峰这次肯定就不会再到处乱睡了。不是，碰一下能让人持续暴毙3个回合，这魔法棒里面到底是魔法还是高压电？此刻我感觉我自己就好像对面这个全神贯注的保安，明明都已经在很努力的保护队友了，却还是挽救不了队友的死亡。虽然已经深刻感受到魔法棒的攻击性了，但我还是想最后再做一次实验。趁杰峰不注意又点化了下杰峰后，我和思凯也互相施起了魔法。看到杰峰像往常一样开局没走2步再次暴毙，其实我一度认为我和思凯也命不久矣了，但没想到魔法在我们身上突然就展现出了真正的效果。我和思凯2个垫底，在相互点化了下对方后，实力突然就变得可怕了起来。刚刚的我谁也打不过，现在的我谁也打不过。在魔力的滋养下，我能感觉到我瞬间从美少女战士变成了美少女壮士。
看着2回合前还是垫底的我，突然就来到了全场第一。我明白魔法的力量其实是没问题的，有问题的可能是队友的躯体，他们的躯体太弱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像我们魔法师一样吸收魔力，不能用魔法实在太可惜了。握着手中的美少女鬼魅，我已经再次感觉到了有股强大的魔力正在从枪中不停迸发出来，滋养着我的瞄准。没事，我的瞄准有点瑕疵，但还有魔仙王子，魔仙王子的瞄准也是非常恐怖的。10比3这种比分太容易让人产生松弛感了，在这种毫无压力的环境下，操作有点小失误还是很正常的。不过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小失误可能确实是有点多了。看着思凯蹦蹦跳跳的来到小屋，标配换短管倒头就睡，看着保安鬼鬼祟祟的蹲在角落，短管换左轮原地盖背，我能感受到大伙好像玩得越来越不对劲了。不仅队友不对劲，对手也有点不对劲。下半场给对面碾压了2把，一次把对面自信给打出来了。我一进烟雾，就看到了对面穆师傅向我发出了咏春邀请。虽然我拿狂徒小胜了穆师傅，但打赢他也没用了，因为大家的枪法已经越来越变形了。光是看他们的走路，我就闻到了一股喝了假酒的味道。前面几回合还在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，现在已经是过着大富大贵的生活了。看到大伙都没钱，我本想藏在烟雾中，看看能不能再打死那个打咏春的。可是当看到他细节在队伍的最后面时，我就明白他要打咏春，我就是咏春。从10比2被追到了10比6，用一般的方法已经对付不了对面了。我明白，看来还是得用出那一招了。其实不到万不得已，真的是不想动用这股不属于自己的力量的，但没办法，毕竟与其自己努力，不如交给上帝。只是用了下魔法增益，这把的游戏就发生了奇迹。对面瑞娜当场暴毙，旁边思凯也在发力，残局保安没有压力，直接就拿下了下半场的第1个胜利。这分一拿，气氛突然又变得惬意了起来。杰峰这几把打得有点下饭，给他施加魔法肯定是不敢了，但用魔法棒为他做下按摩还是可以的。臀部是人体身上最有力量的地方之一，而我这套手法就是利用高速旋转带动臀部肌肉，帮他把这些力量释放出来。给他炫了一下，果然来效果了。他一进传送门就帮我打掉了这个玩臭狗的鸟人。3打3，杰峰换掉1个后，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接下来就看我了。冷知识，在传送门出口0.2米那对枪门是不会关闭的，所以利用这个机制，我们死后就可以直接进传送门。没钱后，剧情好像又变得熟悉了起来。我在熟悉的位置，用着熟悉的套路，看到这只熟悉的可爱小修狗，随后开始进入熟悉的沉睡。越来越不妙了，好不容易拿下了对面1分，结果节奏又回到了对面手里。不过正当我在思考着是否要再次用出魔法之力时，我没想到对面的咏春姐疑似开始发力了。虽然我的木蝶是练魔法的，她的木蝶是练体术的，但我发现我们好像都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智力普遍都不是很高。2打1，对面的包掉在了包点，不用想都知道我们肯定是会守包的。但木蝶好像不这么认为，他在包点悠闲的就像是逛街。当看到他像夜路的假身一样从包点走过去时，其实我还是没什么感觉的。但当看到夜路丢了颗闪，他满脸佛光的又走了回来时，大伙瞬间就崩溃了。拿到赛点后，局势已经豁然开朗了。我承认，能从10比2撑到现在，对面还是有点实力的。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了胜利做出了怎样的努力。跟思凯做了半分钟法后，我们的状态已然来到了巅峰。虽然通过这波队友的残局画面，我能看出大家的大脑可能也跟我处在同一个水平，但没事，巅峰状态的美少女壮士会带领每个不正常的队友拿下胜利。在魔法的加持下，赛点局我直接一波平地干拉，在大马路上连爆3个头，随后来到2楼，彻底结束了本场的魔法之旅。